这里是火力军的信息频道，今天为大家整理一下近期全球最新军事讯息。澳大利亚向乌克兰提供 M777 型榴弹炮，韩国再次成功试射潜射弹道导弹，美国空军一架 B-1B 轰炸机起火，事故中2人受伤送医，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澳大利亚直接抽调现役武器向乌克兰提供 M777 型榴弹炮，根据澳大利亚政府援助乌克兰的方案，澳大利亚皇家炮兵第1团装备的 M777 超轻榴弹炮将成为援助乌克兰的武器之一，而此次援助的火炮数量为6门。该部队目前驻地在布里斯班的加里波利基地，在4月26日就已经将现役的6门 M777 型榴弹炮运抵昆士兰州的安伯利空军基地。这批援助乌克兰火炮的炮身上有英语和乌克兰语的与乌克兰在一起的字样，同时还印有乌克兰国旗。但有意思的是，乌克兰国旗旁边应该对应的是澳大利亚国旗，但却换成了袋鼠标记，这似乎是为了避免某些外交问题。这些 M777 型榴弹炮都将由澳大利亚空军第23运输中队的 C-17 环球霸王运输机运往乌克兰。根据乌克兰现在的战局推测，这架飞机可能会前往某个与乌克兰接壤的欧洲国家，比如波兰，然后通过陆路方式前往乌克兰。这6门 M777 榴弹炮由于属于澳大利亚陆军的现役装备，因此备战状态非常好，其配套的155毫米弹药也将一同打包装机提供给乌克兰。此次援助除了这6门 M777 榴弹炮以及配套弹药外，还有20辆大毒蛇装甲车，其中14辆配备遥控武器站和反甲装甲武器和弹药、战斗口粮、医疗用品，以及对乌克兰信托基金的财政捐助。这批军事援助加上澳大利亚之前对乌克兰的援助，总金额已经超过 2.25 亿美元，其中6门 M777 榴弹炮就高达420万美元。该款榴弹炮之所以价格昂贵，是因为其最大的特色就是超轻，整体重量只有 3.42 吨。与之相比， M198 榴弹炮重量达到7吨。M777 榴弹炮为了减重，成为了世界上第1种在设计中大量使用钛合金等高强度轻质材料的火炮系统，从而使得 M777 榴弹炮造价非常高，但带来的好处就是质量较轻，便于机动。该炮的重量是常规155毫米火炮重量的1半，是世界上最轻的155毫米口径榴弹炮，不仅可以中型运输直升机调运，同时还可以由 C-130 运输机进行空投，能够迅速转移阵地，避免被对手的炮火覆盖。具有低轮廓、高生存力以及快速部署和装载能力等特点。在实战中， M777 榴弹炮曾在打完3轮速射后，仅用5分钟的时间就转移到3公里以外的地方。另外，该炮每5分钟发射的射速，使得其有着非常可观的火力优势。M777A2 型榴弹炮系统配装有升级软件，能够编程并发射 M982 神箭制导炮弹，射程达到40公里，射击精度达到10米以内，能够对人员和装甲车辆造成很大伤害。而这已经不是乌克兰方面第一次收到该款火炮了，之前的美国和加拿大都向乌克兰援助了 M777 榴弹炮。相信有了这款先进火炮的加持，俄罗斯军队面临的麻烦将大大增加。韩国再次成功试射潜射弹道导弹。据韩联社报道，2022年4月18日，韩国海军的岛山安昌浩号常规潜艇在黄海沿岸连续试射了2枚潜射弹道导弹，2枚导弹的发射间隔为20秒，在飞行约400公里后成功命中海上预定目标。而在去年7月份，韩国就已经进行了一次潜射弹道导弹的发射试验。2021年7月4日，也是由此艘岛山安昌浩号常规潜艇试射了1枚潜射弹道导弹。去年那次成功试射引得韩国媒体振臂欢呼，兴奋地表示，韩国成为继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印度、朝鲜之后第8个成功发射潜射弹道导弹的国家。而这次相比之下，韩国媒体就淡定了许多，没有了第一次的兴奋劲儿。韩联社表示，此次导弹试射标志着韩国的潜射弹道导弹有望短期内实现作战部署。而与一直保持高调的朝鲜弹道导弹相比，韩国的弹道导弹发射计划一直挺低调。但其实韩国导弹技术的实际水平并不低，可以说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今年和去年的2次试射的潜射弹道导弹，是韩国在陆基版玄武2B 型导弹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潜射型号。
韩国的远程导弹计划目前主要以玄武为代号，分为玄武1、2、3三个子系统，其中玄武1型就是韩国在早期的美制耐击大力神防空导弹的基础上改装而来的短程弹道导弹，有效射程为180公里。玄武2型导弹又分为 A、B、C 三个子型号，其中的玄武 2A 型几乎就是美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ATACMS 的韩国版，因为两者可以通过发射架，并且导弹外形、射程、载荷等参数都完全一样。玄武 2B 型导弹的外形则与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导弹非常相似，外界普遍认为玄武 2B 就是韩国在引进俄罗斯伊斯坎德尔的基础上自行研制的一种短程弹道导弹。本次岛上安昌浩号潜艇试射的潜射导弹就是在玄武 2B 的基础上改装而来的潜射版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技术复杂且精密，而朝韩两国短期内却相继掌握了这一技术，这不得不让人产生联想。而潜射版玄武 2B 导弹采用的是冷发射技术，也就是首先用高压气体把导弹推出发射筒，随后导弹在空中点火。潜射弹道导弹的冷发射又被称为干式发射，这种发射方式一直是美潜射弹道导弹的发射方式，这或许暗示了韩国潜射弹道导弹的技术源头，并且此次发射潜射弹道导弹的潜艇也值得讲一讲。岛上安昌浩号是全球第一款 AIP 型弹道导弹潜艇，在这技术领域，韩国确实创下了一项世界第一。作为一款常规动力潜艇，可以保障20天水下活动而无需上浮，虽然与真正的核潜艇无法相提并论，但是也算是相当厉害了。但是此次韩国选择进行潜射弹道导弹实验的时间却十分敏感。东欧地区俄罗斯与乌克兰正打得起劲儿，中东地区土耳其与以色列也趁机出兵邻国进行浑水摸鱼。东亚地区美国林肯号航母战斗群刚与日本举行完军事演习，朝鲜在4月25日还刚刚举行完平壤阅兵，韩国随即就射了2枚弹道导弹，不由得让人担心世界局势的走向。美国空军一架 B-1B 轰炸机在发动机检修时发生意外并起火。美国空军第7轰炸机联队证实，一架 B-1B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于4月20日晚10时在德克萨斯州的戴斯空军基地进行例行发动机维护时起火。官方声明中提到，紧急处置人员立即赶到现场并控制了火势。在这起事故中，2人受伤并被送往附近的医疗中心，万幸的是均没有生命危险。目前还不清楚这架轰炸机的损坏程度，以及它是否会因为这次事故而报废。不过要进行一段时间的维修肯定是少不了了，而这段时间里会进一步减少现役的 B-1B 机队规模。美国空军在去年9月刚刚完成了17架 B-1B 的提前退役工作，这是未来10年让整个 B-1B 机队退役的第一步，而将要取代 B-1B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的正是即将要服役的 B-21 突袭者隐形轰炸机。然而此次事故表明，该机中队似乎在维护方面的专业化水平有所欠缺，不由得让人担心其在接受 B-21 轰炸机后会不会再次出现事故。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你认为韩国这次潜射弹道导弹试射会给东北亚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